虽然前不久发生那个大地震以及之前的403大地震，都发现只有我们家是跑出去的，其他台湾人都是非常淡定的。也就是我们家总体这样要升值了大概400-500万，就住了4年时间，升值了400-500万。噔噔噔噔，是这个。我相信台湾人应该看到这个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来到台北生活，我不太了解这个姓是什么意思。在上海呢，我以前也经历过拆迁。拆迁这个事情对所有上海人来说，其实还是一件好事，大家还是蛮乐意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毕竟上海有一句话叫做“翻身靠动迁”。比起这2件开心的事情，还有一件也让我更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发现我们家旁边有一座矿山，有一座非常富饶的矿山，是什么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从上海搬来台北生活，现在在一家旅行社做美编。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之前呢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在4年前在台北安家买房。我觉得像命运的驱使一样，在一种机缘巧合下，就在台北最靠北的北投买了一套房。当时其实蛮随意的，因为刚来到台北呢是租房，那觉得租房不是一个长久之计，将来可能还是要买房，但是也没有考虑那么快就买房。刚来了1年嘛，对整个台北还不是很熟悉。哪一块区域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也不太了解，所以当时抱着随便去看看、随意看看的一种心态，就找了当时住所附近的一个中介公司来询问一下。那他就跟我们约好一个时间去看房。当时其实是先看了一套不太满意的房，交通比较偏，然后房型结构觉得比较奇怪一点，不是很方方正正。它其中一个房间的门是一个圆形的拱门，那我觉得家里有这种圆形的拱门还蛮奇怪的。之后整个装修风格都会被带到我不太喜欢的那种，好像宫廷风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当时就没有看中这套房。后来呢，他又介绍我们看了一套靠近山上比较优雅的一套房间，对，山上优雅的房间，山脚下就比较阴冷潮湿一点。他们有一个像是庭院，1楼嘛，有一个庭院，那个庭院就蛮多植物，然后蛮多虫子的，而且交通也不是很方便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开车，我非常不喜欢开车，而且我觉得在台北停车也很不方便，所以也没有考虑交通不太方便的住宅。那后来他就跟我们说，刚好附近有另外一套房子，要不要顺便去看一下？我们也就想着，既然都已经来看房了，就顺便去看一下的这种心态，跟他到了下一处地方来顺便看一下。没想到这个顺便就看得非常满意，这是我们看过的第3套房啊，就一眼相中这个房，我真的觉得是冥冥之中有天意，跟这套房子跟现在这个家非常有缘。首先它的格局方方正正的，最吸引我的一点呢，我之前讲过，就是在它的门口附近就有一个篮球场，然后有2个儿童公园。而且那天很神奇的就是看房的时间是在下午大概4-5点的时间，整个夕阳照到这个街上，我们门口的街上非常美。我当时就非常满意这套房子，问了他这个房子屋主出售的价格呢，当时他是说1坪落在70万左右。其实这个价格是超出我预算蛮大一部分的，但是好在当时上海的房子还没有跌价，还没有降价。那我上海有一套房子，心里还是蛮有底的。当时就是心想，我上海那套房子卖掉，可以原价不动的来置换台北这套房子，2套房子的价格是差不多，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但是呢，在上海那套房子没有卖掉之前，这个首付还是蛮有压力的，没有现金嘛。于是当时就跟岳父提出，能不能借钱来付一个首付，然后把上海的房子卖掉之后，可以把钱还给他。当然，首先买这套房子也叫岳父岳母来帮忙参考一下，定夺一下，因为他们对台北比较熟嘛，对整个环境什么的都比较熟悉一些。岳父岳母看到这套房子也是非常满意，当时也就同意借钱给我，让我们买下这套房子。所以真的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个缘分在。另外也是岳父岳母大力支持，让我非常快的就拍板了，决定买这个房子。那最终价格就是落在1坪是70万这样。那后来住进来之后才发现周边生活非常方便，走过去一条街呢，上面有各种小诊所，儿科诊所啊，精神科诊所啊，皮肤科、骨科，还有一家联合医院，类似于小型的综合医院，你各种身体上的不舒服都可以去那里看，非常方便。
再过去往那边呢，就是北投市场，可以说可能是全台湾菜价最便宜的一个市场了。我跑得非常勤快啊，我每周都会去大采购一次。相比较我以前在全联、家乐福这样的超市里面买菜呢，那个价格要比超市里至少便宜1/3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家坐捷运也很方便，大概5-6分钟的时间可以走到北投站，也可以走到旗岩站，所以整个房子住下来都非常满意。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，它还有一个地下室。其实当时看中这个地下室，也是脑子里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就是我非常害怕台湾的地震。那想到万一地震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躲到地下室去。其实这个想法非常可笑，地震就是尽量往外面跑嘛，谁还躲到地下室去？那好在呢，我们家也是1楼，所以真的发生地震，我们也是往外面跑，非常方便。虽然前不久发生那个大地震，以及之前的403大地震，都发现只有我们家是跑出去的，其他台湾人都是非常淡定的。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，就是发生地震也不用太过担心。我是真的非常害怕地震。那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家升值了，因为大家知道北市科的选址就选在北投嘛，所以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。整个北投区的房价应该说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有微微降价，或者说没有在升的情况下，北投区的房价还是屹立不倒，还是在有持续一点点往上升。那之前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家隔壁那一套住户刚刚买下来，他们买下来的价格落在1坪88万，也就是我们家总体这样要升值了大概400-500万，就住了4年时间，升值了400-500万。我虽然说过这个是自己住的房子，它再怎么升，我还是这一套房子。其实从我的现金来看并没有变多，但是再怎么说这个不动产整个资产都是有在升值，心里还是很开心的。那另外呢，最近又有一件让我蛮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收到了一封信，噔噔噔噔，是这个核建意愿调查表。我相信台湾人应该看到这个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来到台北生活，我不太了解这个信是什么意思。那打开之后我才知道，就是所谓的都市更新危老重建这个意愿调查表。那收到这个信呢，我上网去查了一下，在台湾整个都更的进度非常缓慢，而且好像是需要居民那个达到多少同意才可以进行都更，不像在上海啊，在中国大陆啊，可能就是对那样子操作，也不至于到强拆，但是有半强拆的性质，就是你要给我搬走，但是我会给你一笔钱。在上海呢，我以前也经历过拆迁。拆迁这个事情对所有上海人来说，其实还是一件好事，大家还是蛮乐意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毕竟上海有一句话叫做“翻身靠动迁”，就是你原本住的老破小，它动迁可以拿到相对来说蛮大的一笔钱，那也就是看你拿的有没有满意。那我说过，我上海之前的房子，其实我心里拿的不是太满意，因为住的那个地段呢，你拿再多钱都买不回去了，是一个很好的地段。那在民主的台湾呢，你收到这个东西，虽然是蛮开心的消息，但是也不要开心过头，它可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意愿调查，等到所有住户都答应之后，才可以推进进度。但至少这个地块说明它是有价值的，在房产开发商眼睛里它是有价值存在的，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意愿表。那也就意味着我这个房子肯定是至少是保值的，另外也是一定程度上会升值的，还是蛮开心的，觉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个房子都更。所以我也在这里想请问一下各位观众，有没有经历过都更这件事情？它大概会经历多少年？然后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流程？那我作为一个住户，当然希望获利最大。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让我获利最大？是原拆原住呢，还是说拿一笔钱再出去买房这样子？当然现在具体情况还是一个未知数，有都更经历的观众可以给我一些参考。其实我这个人对于金钱不是太敏感，也不太追求大富大贵，自己够用就好了。所以比起我们隔壁卖出去涨价呢，很开心；比起这个都更呢，也很开心。比起这两件开心的事情，还有一件也让我更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发现我们家旁边有一座矿山，有一座非常富饶的矿山，
是什么呢？就是图书馆知识的矿山。那我们家2个小孩呢，也到了会自己看书的年龄，像这个就非常爱看书。我们家这个书柜都是放着一些儿童书。另外一个小的呢，也是会时不时翻一些书来看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图书馆对现在这个阶段，也不是现在这个阶段，对往后的成长教育都非常重要。我们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，那同时呢，也有一句话叫做人丑就要多看书。那所以像我这种长得还比较帅的，看的书就比较少。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没有耐心一点，比较难以静下心来看一些书，所以我看过的书不算多。同时呢，我也非常清楚看书对整个人非常有帮助，对整个人的气质啊、知识啊、涵盖量啊、涵养啊都非常有帮助。看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我真的在我自己做不到的情况下，非常希望我的小孩能喜欢看书，能热爱看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经常会带他们去图书馆。那这个图书馆真的非常方便，首先离我们家不远啊，不远就是一个可以经常去的持续的一个动力。另外呢，我观察台湾的图书馆真的非常好，可以看到首先进门的地方它就有2个还书箱，上面一个下面一个。为什么会有2个呢？方便小朋友还书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，我猜想啊。那这个对于还书就非常方便，它是24小时的，你下班之后晚上都可以去把书还掉，没有非常复杂的手续。那另外呢，进到它的电梯就可以看到，它上面是设有哺乳室的，它的一些便民设施都非常健全，包括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自习室，整个环境非常好，然后光线非常明亮。而且这个图书馆还设有清洁除菌的这样一个机器。另外有一点让我大开眼界，觉得非常惊奇的东西，就是它的借还书系统。因为我本身不爱看书，所以在上海几乎没有去过图书馆，除了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还有去过图书馆，出了社会就没有去过图书馆，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上海目前借书还书的这样一个流程。那在台湾，在我家附近这个图书馆，我所看到的借还书流程真的非常方便，而且非常适合社恐人士，根本不需要跟其他人进行任何面对面的沟通啊，小朋友都会操作，把书直接放上去，它就可以扫出来，而且无论你怎么摆放角度，它都可以扫出来，非常神奇。我对这个机器也非常好奇。像我们家果果办了一张卡，我还没有办卡，像果果这个卡呢，就可以一趟借24本书。非常大的一个书量，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图书馆是一个智慧的矿山呢？首先就是它可以借非常多的书，非常多的知识都在书里。另外呢，像小朋友现在这个阶段，他们的儿童书其实买一买并不便宜，一本书可能要300-400块这样的价格。像这种书呢，可能翻个3-4次就看腻了，或者说他们长大了就不喜欢看那么幼稚的儿童书了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我觉得对于书籍的更新是非常快的。那有了这个图书馆呢，真的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。像我这次还找到一本非常奇怪的书，非常有意思的书，我非常感兴趣，我自己都想看。再来呢，还有一点非常让我喜欢的就是
走出这个图书馆，旁边就是非常大的一块环境非常好的绿地。因为这个图书馆就在奇岩从化区，所以整个环境都比较安静，人也比较少。那块绿地呢，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，又有森林一样的草地，又有一个小湖，小湖里呢还有一些禽鸟类。这里是奇岩从化区，对，有鸽子。有一点远离城市喧嚣的感觉，非常宁静。生态这个湖也非常好。奇岩从化区这边本来就没有太多人的感觉，很安静。只是这里的房价也很高。这里后面有一个云来寺，据说是农产市的产业。找另外一个轨道呢？后面就是图书馆。像我们时不时就会周末上午去图书馆借一下书看一下书，中午呢买一些像野餐的东西，饭团啊，给他们在那个绿地里面坐在太阳下面吃一下，然后再在这个像公园一样的地方，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走一走，整个一天会非常悠闲，心情非常好。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图书馆，我很早就一直想来说一期，真的非常值得夸奖，也是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去过图书馆，所以对于图书馆这个东西本身就非常觉得好奇新鲜。那这一期几件非常让我开心的事情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大家再见。